皇后寿宴，金钟贵女表演的马上舞出了问题，我的庶妹从马上坠下，跌入太子怀中，外衫被扯落的她让太子惊艳不已。太子说，她半裸跌入孤怀里，名节已失，只有为太子妃才能保全。太子妃的人选从我变成了她，大家只等着我一哭二闹三上吊。但是我却松了一口气，因为1年前太子在猎场跌落，被马踏伤下身。太医正的舅舅说，太子这辈子都不能有子嗣。看着志得意满的太子，只有我知道，能登上大宝的人，一定不会是绝后的他。太子元昊牵着还披着他披风的柳芊芊，走到了皇后面前。母后，请将芊芊赐为太子妃。刚才她落入儿臣怀中，衣衫被马扯落，儿臣既然看了她的身子，那便要护她周全，否则芊芊只有以死来证清白了。我的庶妹柳芊芊紧紧依在太子身边，紧紧抓着披风，娇袅的行礼，眼睛里还带着水汽。臣女自知配不上太子殿下，今日殿下救下我，只要能在他身边，芊芊为奴为婢也甘愿，请皇后娘娘成全。芊芊跪在地上，重重地磕起头来，一下子额间便见了血，粘着乌发，更是我见犹怜。被自己的驸马抛弃，太子妃之位也即将易主，众人等着看我笑话，殊不知这太子妃位却是我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。皇后寿宴，金钟贵女表演的马上舞出了问题，我的庶妹从马上坠下，跌入太子怀中，于是我的夫君便要改娶我的庶妹。皇后看着太子，长叹一声：“浩儿，你应该知道，你父皇已为你看中柳丞相家的嫡女为太子正妃，你如今却要娶他的庶妹。”太子看着站在人群后的我，转过头去：“母后，儿臣喜欢芊芊这样温顺娇弱的女子，不喜欢一板一眼的无趣的女子。”芊芊红了眼睛，芊芊知道，身为庶女，身份低下，不配和嫡姐争什么。太子殿下还是听皇后的话，娶嫡姐为正妃吧。芊芊怎么样都不要紧。她养着玉一般的小脸，带着爱慕的眼神看着太子。芊芊能知道殿下的心意，便是一死也心甘情愿。说着，她轻轻解下披风，轻放在太子手上，咬着下唇，仰着脸，眼泪跟断线珠子一样落下，像一块破碎的美玉。只愿太子与姐姐鸾凤和鸣，白头偕老。说着，不顾破烂的衣衫，向外走去。刚走一步，被太子紧紧揽入怀里，用披风将他紧紧捂住。傻瓜，姑说要立你做太子妃，不管嫡庶，只要是你便足够了。他看了一眼皇后，又看了一眼我，笃定地说：“姑是储君，也该一言九鼎。太子妃立了芊芊，也算出自柳丞相家，换个女儿罢了，对丞相府而言并无区别。嫡庶并无区别。太子殿下真是昏了头。太子执意以庶换嫡，皇后会如何决断？皇家脸面将何在？而我的命运又将走向何方？”皇后寿宴，金钟贵女表演的马上舞出了问题，我的庶妹从马上坠下，跌入太子怀中，于是太子便向皇后求情改娶我的庶妹。皇后看了看我，长叹一声：“罢了，这是你自己选妃，你执意如此，我会和你父皇说，封柳芊芊为太子妃。”芊芊大喜过望，急忙跪下：“谢皇后隆恩。”芊芊站起来后，转身向我走来，娇怯地裹着披风，小鹿般地看着我：“姐姐，芊芊不是有心要抢你的位分，只是我也不知道为何马会受惊。”旁边的人看着我们姐妹，脸上的神情精彩得很，都等着看我的笑话。我自幼按贵女的标准养大，琴棋书画满腹才华，按着太子妃的礼仪要求自己。不料在临门一脚，太子妃的称号变成庶妹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我成了满京城的笑话。我冷静地开口：“妹妹说笑了，从未有人说过太子妃是我。妹妹何出此言？还没恭喜妹妹，以后便是尊贵的太子正妃了。我们还未出宫，封太子妃的旨意就到了丞相府。我们一回府刚下马车，父亲和姨娘领着众人跪在门口，恭迎太子妃娘娘。姨娘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恐怕别人不知芊芊是她所生，大声说道：“我就说芊芊一看就是有福气的，她一出生，老爷便升了官。老爷你说是不是？以前大师就说她有贵人之相。”等我进了门，刚坐定，芊芊看着父亲说道：“爹爹，太子说过几日会来丞相府看我。我想着我的院子太局促了些，能不能借姐姐的梧桐院住短10日，在那里备嫁，到时候也好摆放东西。我不是想抢姐姐的院子，只是怕太子来了，看到说丞相府重敌轻庶就不好了。”我心中一冷，我人还未回府，院子都被人惦记上了，我不可能会乖乖让我的东西就这么被他抢走。皇后寿宴，我的庶妹从马上坠下，跌入太子怀中，于是她抢占了太子妃的身份，而现在她还要抢我的院子。父亲轻咳了一声，看着我说道：“素素，你妹妹如今选为太子妃，以她的身份再住原来的院子，确实不太合适。
不如你让让妹妹可好？那梧桐院是母亲生前为我所制，里面一草一木，所有的装饰布置都是母亲的心血，我不愿意让。我站起来，爹爹，那院子是母亲留给我的，请恕女儿不能让。芊芊马上红着眼睛说道：姐姐，我只是想暂时借用一下你的院子。我知道你怨恨我抢了太子妃之位，但是这是太子的决定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虽然我是庶女，可如今也是太子妃了，不是吗？按礼仪，姐姐见我都要行礼，我为了姐妹情分，也没有要求你这么做。她凑近我低声说道：和你商量，不过给你个面子，姐姐也别不知好歹。说完往后踉跄一步，眼泪落下来。姐姐心有怨怼，又何必动手？我知道我生母是姨娘，可是你也不该这般伤妹妹的心。我往日也要叫嫡母一声母亲的，难道我就不是柳家的女儿，不配住一次梧桐院吗？她跌倒在地，眼睛红红的看着我。爹爹咣当砸了茶盏。素素，你是长姐，岂能因为妹妹嫁给太子就心生嫉恨？往日对你的教导都学到哪里去了？来人，把梧桐院整理出来，把大小姐的东西搬到清河院去。二小姐从今天开始就是梧桐院的主人。素素毫无姐妹之情，对姐妹也无怜爱之心，到祠堂跪上3天，抄经静心，什么时候知错了再出来。仆妇们如狼似虎地冲进梧桐院，我惊慌地冲过去，不许拔，这是母亲种的。皇后寿宴，我的庶妹从马上坠下，跌入太子怀中。于是她抢占了太子妃的身份，更要抢走母亲留给我的院子，夺走母亲最后留给我的遗物。仆妇们如狼似虎地冲进梧桐院，把我的东西统统扔了出来，丢到了清河院。嬷嬷阻拦，却被姨娘派来的人推倒在地。我看着仆妇开始拔掉院子里的兰花，我冲过去，不许拔，这是母亲种的。柳芊芊站在廊下捂着鼻子，我的鼻子闻不得这些兰花的味道，要是身子有爱，你们谁担得起？快拔了种上太子喜欢的牡丹，太子说了要过来陪我赏花，你们动作快一些。我死死护着兰花，妹妹，我把这些兰花移走，求你容我些时间。芊芊笑了，难得姐姐求我，行，妹妹等你。我带了嬷嬷，找了花匠，拿了物件过来一花。只见柳芊芊在院子里笑着，哎呀，姐姐，刚才丫鬟笨手笨脚，把开水当井水浇花，不小心把兰花全浇死了呀。我看着一地被浇死的兰花，眼睛猩红。柳芊芊，你怎么敢？她看到我，怎么了？姐姐，你是做嫡女做惯了，不知道上下尊卑了是吗？你敢直呼我的名字？我如今是太子妃，是你远远高攀不起的人，是你见了要行跪拜礼的人。说完，她大笑起来，进了房里。屋里传出她得意的声音，把那些首饰都打开，让我挑一挑。明日太子说要陪我游湖呢。我不顾地上的泥土脏，用手指握着泥土和兰花的根茎，抱进怀里，将它们小心翼翼地移回了清河院。嬷嬷看着一身狼狈的我，哭肿了眼。小姐，你的婚事已被抢了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？我静静的不作声，只小心地护着一株还未浇死的兰花，心中冷笑，他们未免得意得太早。皇后寿宴，我的庶妹从马上坠下，跌入太子怀中。于是她抢占了太子妃的身份，还毁了母亲留给我的院子。可他们未免得意得太早。柳芊芊和父亲都以为她赢了，获得至尊的太子妃之位。殊不知，这太子妃位是我避之不及的，如今终于将她甩掉，我狠狠地松下一口气。1年前太子在猎场受伤，被马踏伤了下体，是身为太医正的舅舅亲自为他治的伤。回府后，舅舅和外祖父说过，太子绝不可能有子嗣了。目前看不出来，只需再过1-2年就会发作出来，到时候太医一诊脉就能看出来。我算算时日已不多了，很快帝后就会知晓。到时候太子之位是谁来做还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一定不会再是元昊。柳芊芊封为太子妃后，上门巴结的人络绎不绝。除了来巴结太子妃的，还有一波也热情得很，那是来求娶我的。因为母亲和皇后是闺中密友，所以自幼我是由宫里出来的嬷嬷教导礼仪，原以为会嫁进宫，如今婚事取消，自然是各高门世家主母挑儿媳妇的首选。父亲和姨娘只忙着迎来客往，正想着，姨娘笑着进了我的院子。恭喜大小姐，挑了这些日子，老爷终于给大小姐挑了门好亲事。我眉心一跳，跟着姨娘去了花厅。父亲和柳芊芊正坐在那里看着一张更帖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父亲和柳芊芊似乎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我。皇后寿宴，我的庶妹借机抢走了太子妃的名号，风光无限，而父亲却为我精心挑选了一门好亲事，
柳芊芊捂着嘴笑，恭喜姐姐觅得佳婿。父亲看着我，一脸的笑意。你妹妹如今已是板上钉钉的太子妃，烈火烹油。我想了想，柳家只能藏拙，你不能再嫁高门。爹为你挑了一门亲事，这是一个7品官，正准备外放。我想你嫁过去正好，不引人注意，也不会让皇上认为柳家势大。7品官，我抬眼看着柳芊芊，她得意地说：“太子说了，如果你不想嫁这人也行，可以入东宫做一个侍妾，这样姐妹一府也可以。姐姐，你不能嫁入高门世家做主母，咱们柳家不能再出贵人了。”原来如此，太子真是好算计，既要又要。我看着父亲，爹爹怕是忘记了，母亲去世前曾经说过，如果我的婚事有变，日后我的婚事由外祖做主。爹爹在病榻前答应了母亲，可是忘记了。父亲脸色黑下来，那是10几年前的事，如今形势不同，爹难道还会害你不成？而且你外祖年事已高，哪里还记得操心你的婚事？你的婚事由父亲做主，到时候嫁时通知你外祖家便是了。我捏紧了手帕，父亲不如去信外祖，或是与舅舅商议，他们答应了我便嫁。父亲一拍桌子，我女儿的亲事，我为什么要和旁人商议？紧接着他说出了那句将我推入深渊的话。我的庶妹用计抢走了太子妃的名号，还和父亲一同谋划要将我彻底打入尘埃。我搬充母亲一命，试图反抗这不公的婚事，却引来了父亲更大的怒火。还有，你要备嫁这张大人，他只是7品官，你的嫁妆不宜太多，免得说我们势大压人。我想了想，你母亲留给你的嫁妆，一半留给芊芊，也是你当姐姐的心意。况且她是嫁入太子府，嫁妆多些，面子也好看。我唰站起来，看着父亲：“你要把母亲留给我的嫁妆给柳芊芊，绝不可能，那是母亲留给我的东西。”柳芊芊娇声道：“姐姐，那也是我的母亲啊，我身为女儿，难道母亲的嫁妆不是1人1半吗？”我怒极攻心：“你的母亲是赵姨娘，你不如问问她有没有嫁妆给你。”话音一落，父亲一个耳光打在我脸上，啪的一声，我嘴角的血流了出来。逆女，果真是钻在钱眼里。我已将芊芊记在你母亲名下，如今她也是刘府的嫡女，你母亲留下的东西，她也有一半。赵姨娘在一旁拱火：“大小姐，你如今要嫁给一个7品官，日后少不得要你妹妹帮补你，你不过让些嫁妆出来，以后芊芊还能少了你的好处不成？到时候你夫君加官进爵，少不得要靠他帮你们和太子说话呢。”这些踩高捧低的小人在说什么？我已经不在乎了。一记耳光终于打碎了我对父亲最后的幻想。皇后寿宴，我的庶妹借机抢走了太子妃的名号，还和父亲一同谋划要加害于我。父亲和我撕破了脸面，一记耳光打碎了我对父亲最后的幻想，也点燃了反抗的烈焰。赵姨娘在一旁拱火：“大小姐，你如今要嫁给一个7品官，日后少不得要你妹妹帮补你，你不过让些嫁妆出来，以后芊芊还能少了你的好处不成？到时候你夫君加官进爵，少不得要靠他帮你们和太子说话呢。也不要你多少，就是那几箱珍珠和宝石头面的箱子，还有10几箱锦绣房的料子，那些铺面的地契就给妹妹吧，庄子你留着，你也好收些租。对了，老爷，夫人那几套蓝宝石的头面一定要给芊芊陪嫁，日后和宫中贵人打交道，才不会被人看轻啊。”爹爹点头：“把你母亲的嫁妆单子拿出来，把那些都划给芊芊吧。”我捂着红肿的脸仰起头：“不可能，母亲的嫁妆你们休想拿到，你挑的人我也不会嫁。”父亲大怒：“你敢不从命，我就家法伺候，将你逐出家门。你以为你外祖能来救你？你别做梦了。就算他为你订婚事来晚了，我和张大人说了，3日正是吉日，你3日后出嫁。”我红着眼睛看着这偏心的弟弟：“弟弟，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为了柳芊芊不惜牺牲女儿的未来是吗？就算我死也不会嫁。”父亲厉声道：“好，有骨气，那我就打死你。来人，拿家法来！”生死一线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声怒喝响起：“我看谁敢动他！”我的庶妹夺走了原本属于我的太子妃之位，又和父亲密谋，试图摧毁我的人生。我拼死反抗，在父亲即将动手之际，一个声音阻止了他。我猛地回头，只见外祖父一身盔甲，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，后面嬷嬷扶着的正是我的外祖母。“我的素素，你受委屈了。”外祖母向我伸出手：“
我扑了过去。外祖母、父亲一见他们二人，马上站起来。岳父岳母大人安好。外祖父一声冷哼，看你这样对我的外孙女，我好不了。看来我要是不来，你是准备打死素素？父亲抢笑道。绝无可能，我不过唬他一下罢了。我哭着告状，外祖父、外祖母，父亲要把我嫁给一个外派的七品官，说3日后就成亲，还要我把娘亲的嫁妆给妹妹，那是母亲的遗物，我不愿意。父亲便打我，说我对妹妹不慈爱。外祖母心疼地看着我的脸，吩咐人拿药来擦，边盯着父亲。你倒是慈爱，当年你母亲去世，你那庶兄要分你母亲的嫁妆，你怎么不分一半给他？你当时口口声声说嫡庶之别，他非你母亲的亲生子，只不过记在你母亲名下，不能分你母亲的东西。怎么到了素素，他不分母亲的嫁妆，就是不慈爱，是妒性心肠，要打死他。当时你求我们为你做主，怎么到了你女儿就全颠倒过来了？外祖母的话将父亲堵得脸色通红，不敢再发一言。外祖父拿过那张更帖，一把撕碎。当年我女儿去世前，将外孙女的婚事托付给我们两老人，说过如果与太子婚事有变，便由我们做主。当时有柳家的族长和族老在场为证，你可认？外祖父怒喝着，父亲的家法棍棒还能落得下来吗？我的庶妹夺走了太子妃之位，还要同父亲一同彻底摧毁我的人生。还好祖父及时赶到，可他们不会就这么轻易放弃。父亲结结巴巴，可是我是他的亲生父亲，难不成还不能为他的婚事做主？姨娘上前来说话，况且老爷答应了张大人，岂能反悔？外祖母啐了他一口，你一个妾也敢在主人说话时插嘴，答应嫁女儿，我们素素不嫁。你们不是还有一个女儿吗？姨娘跳起来，那怎么行？芊芊可是要嫁太子的。外祖父看着父亲，好一个丞相大人，对庶女视若珍宝，对嫡女却如此打压，我倒要让世人看看你如何偏心。我以为素素定了一门亲事，已接了定亲的信物，过了更帖，你自己定的亲事，你自己想办法解决。父亲愣住了。岳父大人定的是谁家？外祖父将一块玉佩递给我，父亲看到玉佩上面的龙形纹和一个瑞字，呆呆地说：瑞王。我也愣住了。瑞王甚少在京城，他14岁在军中闯荡，这些年立下赫赫战功，但却从不居功，也不要求封赏。朝中文武大臣都对他赞不绝口，说他是一个贤王。要不是太子是出生便立下的，这太子之位还未必轮到他。瑞王绝对是有力的对手。外祖父是镇国将军，在边关和瑞王相识，很是欣赏他。当时知道太子受伤一事，便开始为我重谋。太子一悔婚，他马上为我定下了与瑞王的亲事。父亲失声惊叫：怎么能嫁瑞王？如果日后他要有逆反之心，到时候让太子和芊芊怎么办？我看着父亲，他心心念念担心的只有他的小女儿，却从未想过我会如何。外祖父看也不看他，亲事已定，婚事定在3个月后，我们会留在京城为素素备嫁，看着她和瑞王成亲，也是完成了我女儿的心愿。我不许你嫁瑞王。太子元昊出现在了门口。太子，他来做什么？我的庶妹夺走了太子妃之位，和父亲密谋，彻底摧毁我的人生。外祖父带着新的婚约打断了他们的阴谋，可这时太子却不请自来。我不许你嫁瑞王。太子元昊出现在了门口，他疾步进来，抓起玉佩。素素，我已和父皇说了，等我成亲，我要娶你做侧妃，你怎么能嫁给别人？我抢过玉佩，殿下，你要娶的人是我的庶妹，你忘了？元昊死死盯着我。瑞王兄是个粗人，他不会怜香惜玉，定不会珍惜你。而你，不是早已经做好了嫁入东宫的准备？正妃换成芊芊，不过是一场意外。正妃与侧妃，在我眼里并无不同。我不会薄待你，我会给你与正妃一样的待遇。柳芊芊上前来拉住太子。殿下，姐姐既然和瑞王定了亲事，我们也该为她高兴才是。太子一把甩开他的手。她不能嫁给别人。宫中和各位妃嫔的应对，和王公夫人的来往打点，都要素素为我打点。芊芊仰着脸说：芊芊也可以为殿下做的。太子冷哼一声：你想的太简单了。那些城中王公权贵的夫人，谁会看得上一个庶女？
就算你是太子妃，在他们骨子里都看不上你。你安分些，做个摆设就好，其他事情不用你管。他上前想抓住我，素素，只要你入了东宫，我保证无人能在你之上。我退后一步，太子殿下，如今我已是瑞王的未婚妻，还请自重。毕竟等我成亲后，你还要叫我一声皇嫂。太子冷笑一声，我若是不答应呢？就算你们已定了亲，若是父皇降旨封你为太子侧妃，你也只能嫁入我东宫，没有人能和我抢你。素素，你只能是我的妃子。一个男人带着不屑的神情站在门外。是吗，太子殿下，你不如去试试，看父皇会不会将我的未婚妻赐婚给你。这胆敢直斥太子的神秘来客又是何人？我的庶妹和父亲合伙夺走我的婚约，还想要毁掉我的人生。外祖父前来和父亲对峙，就连太子也跑来凑热闹。而这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来到了现场，是瑞王，和外祖父一样一身盔甲，但是他的脸上一脸的英气勃勃，眼神如利剑出鞘。他走进来，站在我身旁，看着太子一声冷笑：“太子殿下，我要进宫见父皇和母后，你要一起吗？”眼神里带着挑衅。太子这样高傲的人，在那挑衅的眼神下也忍不住动了气。好，那一起进宫，看看父皇会不会答应你，娶一个我不要的女人为妃。外祖父站了起来：“殿下慎言，你是储君，怎么能如此对一个闺阁女子？我们镇国将军府的外孙女，从不愁嫁，你未免多虑了。”瑞王然其看了我一眼，微微一笑：“放心，我的王妃谁也抢不走。”太子和瑞王离开了，我搂着外祖母，我要陪外祖母和外祖父一起回府。父亲想挽留，但是却碍于外祖父的威严，什么也不敢说。当年父亲求娶母亲时，只是一个五品官，母亲是下嫁于他。外祖父为他搭上京中的人脉，为他上下打点，送上平步青云路。谁知亲生女儿才一过世，他马上迎了外室进门，半年后便生下了芊芊。他自知做了对不起母亲的事，所以每次见到外祖父和外祖母都带着心虚。我离开时，外祖母吩咐将母亲的嫁妆统统抬去镇国公府，而嬷嬷和我的丫鬟珠儿则带人冲到了梧桐院，把里面的首饰抢了出来。柳芊芊尖叫：“这是我的首饰，你们胆敢抢我的东西！”嬷嬷在外祖侍卫的护佑下，战斗力十足。嘿，你的首饰，这是夫人留给大小姐的，你也好意思？那个玉摆件、屏风都是夫人留下的，通通抬走。哎，这个锦缎也是夫人当年专门从江南织造坊买来存着，给大小姐做嫁妆的，赶紧收起来。自己的娘不是在那摆着吗？要嫁妆，问你姨娘去啊！柳芊芊的尖叫声刺破丞相府，这虚张声势的太子妃头衔，真能护住她摇摇欲坠的富贵吗？我的庶妹和父亲从我手里夺走了太子妃的头衔，还想要摧毁我的一切，但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我倒要看看，除了从我这里抢走的，他们到底还剩下什么。柳芊芊的房间被一半而空，等赵姨娘冲过来的时候，发现只剩下不好搬抬的笨重家具，其他摆件和贵重的东西已经一件都不在了。赵姨娘哭天抢地：“老爷，大小姐好狠的心啊，把芊芊的嫁妆都搬走了呀！你让她出嫁的时候怎么办？你不能偏心啊，老爷，芊芊可是太子妃呀，你要给芊芊准备10里红妆才行，不能被大小姐超过。”父亲被她哭得心烦意乱，吼了一声：“那是他母亲留给他的嫁妆，你想你女儿有10里红妆，你有这么多陪嫁吗？”赵姨娘被他吼了一句，顿时住了嘴，看着父亲的黑脸，不敢再吭声，只看着空荡荡的丞相府流眼泪。瑞王做事雷厉风行，第二天封我为瑞王妃的圣旨便下到了镇国将军府，我又一次成了京城的热门话题。待钦天监挑好吉日后，他随着礼部的大人到了镇国将军府下聘礼，聘礼中居然还有一对活着的大雁，这大雪天能猎到一对活的大雁，不由让人啧舌。而同时下聘的还有太子，他的聘礼中多是常见的金银器皿，远不如瑞王的活大雁让人惊叹。我才知道，瑞王骑着马跑了几日，到了稍暖的地方，在林里蹲了几日，才猎到这一对大雁。外祖父和外祖母高兴得合不拢嘴，谁不喜欢看到自己家孩子对夫家重视呢？外祖父和瑞王在军中已熟识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你若对我外孙女儿不好，我必不放过你。你也知道我的厉害。”瑞王难得的和顺：“我一定对素素好，尊她，敬她，与她白头到老。”洞房花烛夜，瑞王元齐看着我说：“嫁给我远不如嫁给太子尊贵，但是我不会让你后悔的，我也一定能护你周全，不让人欺负你。”我微微一笑：“
那殿下不如站到最高的位置，让谁也欺负不了我。我俯过身去，告诉了他太子的病情。袁琪瞪大了眼睛，所以你早就不想当太子妃了？我歪着头俏皮的一笑，当然，我可是喜欢儿孙绕膝的人，谁要和一个绝后的人成亲？袁琪大笑，那春宵一刻值千金，王妃也要争取早日儿孙满堂才是。烛影摇红中，太子绝嗣的秘密被轻轻点破。这枚棋子落下，棋盘上的风云将如何翻涌？我的庶妹抢走了太子妃的头衔，还想要彻底摧毁我。我转头嫁给瑞王，做了他的皇嫂，而太子那致命的秘密也即将爆发。太子和柳芊芊大婚那日，为了显示对芊芊的看重，父亲将压箱底的好东西都翻出来给了芊芊，好不准备凑够了120台嫁妆，嫁入了东宫。柳芊芊成为太子妃后，得意了好一段时日，好几次来人唤我去东宫相聚，瑞王都已带我去别院小住推了。等我和瑞王去江南见他外祖回来，已是3个月后，因为接到了舅舅的来信，说太子的病症已经出现了。起因是芊芊成亲后，太子每日宿在他屋里，可是3个月都没点动静，皇后着急了，说芊芊身子不行，要给太子纳侧妃。芊芊红着眼睛，当着进宫请安的夫人们的面哭着说：“皇后娘娘也太偏心太子了，太医都说我身子无碍，母后怎么不让太医给太子诊诊脉？我在进宫前可是找京中的妇科圣手调养过，说我一定能一举怀胎，怎么可能是我身子不好？”太子大怒：“放肆！难不成你肚子不争气，还是我的原因？”皇后黑着脸：“我的浩儿身体强健，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好，你不死心，来人，传太医来给太子诊平安脉。柳芊芊，若是太子无事，我便会给太子纳侧妃，你就安心调理身体，好好歇几个月，不必侍候太子了。”贵夫人们窃窃私语：“太子妃也太厉害了些，敢质疑太子。要是诊出太子身子强健，太子妃我看她也是做到头了。”太医进来给太子诊脉，脸色却越来越难看，冷汗连连跪在地上：“皇后娘娘，臣恳请再找几位太医一同诊脉。”太医院的太医全站在了大殿上，一个比一个脸色惨白，死死磕着头，牙齿抖得发响。请皇后娘娘恕罪，请皇上恕罪。满殿太医伏地站立，这份悬在太子头顶的生死状终究要落下了。我的庶妹抢走了太子妃的头衔，还想要彻底摧毁我。我转头嫁给瑞王，做了他的皇嫂，可嫁给太子做太子妃，究竟是福是祸，谁也说不准。请皇后娘娘恕罪，请皇上恕罪。太子的脉象像是曾遭受过重创，是绝经之症，不会再有子嗣。太子暴怒，抽出佩剑，把说话的太医一剑刺胸而过。你这庸医，敢说孤不能有子嗣，该死！他猩红着眼睛要杀光殿上的太医。皇上呵斥道：“将太子拦住！”可是谁敢拦他？他拿着剑在大殿上发疯一般乱砍。都是你不能生，却买通了太医污蔑我。柳芊芊，你这毒妇！剑直冲柳芊芊而去，柳芊芊退无可退，摔倒在地上，被太子的利剑直接钉在了柱子上。正要转身，瑞王冲进大殿，将他一个手刀打晕。得罪了！皇上铁青着脸：“作为太子，一国储君，遇事如此疯魔，简直不可理喻。来人，将太子抬下去，送回东宫幽禁，让太医给他治病。”太子妃在宫中练剑舞，不幸被自己的佩剑刺中，意外身亡，抬下去，风光大葬。柳芊芊的事就这样被轻描淡写的掀过了。虽然这事要秘而不宣，但是那日皇后宫中这么多夫人，哪里瞒得住？太子患有绝经症，不能有子嗣的事，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京城。终于有不怕死的言官上奏，请求废除太子，另请新太子。毕竟子嗣之事事关重大，而皇上又不是只有太子一个儿子。太子哭得痛心疾首，求见皇后，求皇后为他求情。可是毕竟他并非皇后的嫡子，废不废他对皇后而言实在无关紧要，并不愿意逆了皇上去求情。太子见行不通，便派内侍去联络了以前服侍他的一些大臣，秘密地谋划着什么。后来传出有大臣带了江湖神医进宫给太子治病，将他的病治好了，还让服侍的一位宫女有了身孕。东宫紧闭的门扉后，那荒诞的喜脉传闻如同野火蔓延，这把火最终会烧向何方？我的庶妹抢走了太子妃的头衔，还想要彻底摧毁我。我转头嫁给瑞王，做了他的皇嫂。可随着太子绝嗣的真相曝光，无论是太子还是柳芊芊，都坠入了疯狂的深渊。太子高呼着冤枉，跪在御书房前。父皇，是太医误诊啊！
儿臣宫里的宫女怀了身孕，请父皇明鉴。皇上沉着脸，看着暗卫送来的情报，咬着牙心红着眼。畜生！为了自己的太子之位，居然不惜混淆皇室血脉，敢让大臣为他做这该死的事儿，将帮他的大臣统统处死。宫女赐白绫，太子幽禁东宫，不召不得，出东宫半步。东宫的大门从那一日开始被封条紧紧地封住了，连饭食都只能从一个窗口递进去。各大臣都派夫人和女眷进宫打听到底发生了何事。皇后正被这事闹得头疼，请了几位皇子妃进宫说话。我一进殿门，便被里面的脂粉香味腻住了，胸口一阵恶心，眼前发黑，晕了过去。醒来时，耳边是一片惊呼：瑞王妃醒了！恭喜瑞王妃有喜了！瑞王在我身边紧握住我的手。素素，你有了我的孩子，我们要做爹娘了。这是皇上的第一个孙儿，他高兴得不得了。而太医则在一旁说道：瑞王妃这一胎可要好好养着，这是双胎之相。帝后大喜，吩咐让瑞王和我直接搬进宫里来住，太医随时看着，他们要看着才放心。内侍犹豫了：皇上，瑞王独立搬出宫后，原来的宫殿已给嫔妃住，要安排瑞王和王妃住在哪里好？皇上想了一下，像是下定了决心。太子刚成亲，便没了太子妃，也无侧妃，一个人住在东宫也是浪费，将他挪出来，瑞王和王妃住到东宫吧。东宫门前最后一片尘烟落定，一切罪恶与喧哗终于回归安宁。我的庶妹抢走了太子妃的头衔，还想要彻底摧毁我。我转头嫁给瑞王，做了他的皇嫂。而太子绝嗣的秘密终于曝光，庶妹也命丧当场，一切恶行终于迎来了报应。瑞王和王妃搬进了东宫住，这个消息传出去，所有朝臣都知道，太子虽然未废，但是和废了已无任何区别。瑞王战功赫赫，母妃生前出自江南崔氏，是世家大族，血统高贵，是作为储君的最佳人选。太子迁出东宫的时候，像疯了一样。无视太子，你们岂敢动我？我以后登基做了皇上，要将你们统统杀了。没出几日，废太子的诏书出了，太子贬为庆王，赐封地岭南，即日立即出宫，无旨不得回京。无论他怎么叫喊哭闹，他被侍卫押上了马车，直接奔岭南而去。皇上有旨，在到岭南之前都不许他停留。我们迁进东宫后，瑞王被要求每日上朝，跟着处理朝政。皇上生病或是龙体未恙时，他则要负责批改折子，监国理政。怀胎10月，我生下一对龙凤胎。皇上龙颜大悦，第2日下旨，正式册封瑞王为太子，而我则册封为太子妃。父亲曾经进宫求见了我几次，但是我都没有再见他。这样的父亲，我宁愿从未有过。瑞王封为太子的第5年，皇上退位，瑞王登基称帝。登基大典那日，他要与册后典礼一起举行。在朝臣跪拜之下，他紧紧牵了我的手，走向那万人之上的宝座。皇后，我会护着你，此后无人再敢欺你。皇上在我身边低语，我与他相视一笑，一起登上那至尊之位。